场投资超过10亿的真人猎杀游戏，全世界的顶级富豪通过某神秘公司非法竞拍，最终仅有5名富豪花费重金参与进来，钱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串数字。这些富豪来这里只为刺激体内的多巴胺，而猎物都是一些走投无路又没有放弃生活的苦命人，但他们只要撑过24小时追杀，便可获得2240万美金。故事一开始，我们的男主米哥正为了马内打假拳，只为给妹妹贝斯更好的生活。12岁就获得银手套的他本来有更好的前途，可天妒英才，在他13岁时一场大火夺走他的双亲。为了救出尚在襁褓的妹妹，燃烧的余烬几乎毁了他的左眼，也毁了他的职业生涯。但米哥并没有自暴自弃，为了不让妹妹被寄养到别的家庭，他一天要打3份工，甚至还会依靠打假拳获取微薄的工资。直到这天，一通电话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对方告诉他：“你妹妹在我手里，想要见她就来找我。”米哥连忙赶到约定地点，看到这些满脸凶相的彪形大汉，他就知道妹妹惹了大祸。果不其然，妹妹见到他便说自己把事情搞砸了。米哥正要追问，一个男人走了出来，他告诉米哥：“你妹妹在我这里工作4个月了，一直兢兢业业，但她今天却搞丢了一个钱袋，那里有足足50万马内。”贝斯解释是有人故意抢走的，可男人根本不听，谁丢的谁就要负责。米哥愣在原地，那些钱是他这辈子都挣不来的，但为了妹妹，他还是扛下了所有。他说自己是一名拳击手，这些钱我会通过打拳慢慢偿还。可男人却笑了，看来你还不知道我是做什么的。随后给手下一个眼神。米哥被吓了一大蹦，男人告诉他，就在这个周末之前，如果不拿出50万，这就是你妹妹的下场。不要妄想逃跑，因为你在任何地方都逃不掉。可米哥却诚实地告诉他自己挣不到，男人也不生气，反而拿出一张名片。You called it. They've helped others who have. 拿起名片的这一刻，米哥的命运也偏离了既定轨迹。回来后，他按照上面的信息拨通了电话。My name's Victor Sueto. This is gonna sound crazy, but I need a lot of cash. I heard you might be able to help me. Of course I can, Victor. Helping people is what I do. 随后他按照地址来到这家神秘公司，负责人老白亲切地上前打招呼，表示你所说的50万完全不是问题，但前提是你要参加我们公司的一个猎杀游戏，这是我们专门为走投无路的人和顶级富豪量身定做的。游戏会持续24小时，期间你只要撑过1个小时，便会有5万进账，每小时往上无限叠加，坚持到最后就会获得2250万马内，但前提是躲过猎人的追杀。米哥愣住了，他第一次听到如此荒谬的事情，当即便拒绝了老白。回来后，他撬开黑拳老板的保险柜，将里面的钱借了出来，想让黑老大宽限一些时间。不料对方根本看不上这点钱，警告他周末之前拿不出来，就准备给你妹妹收尸。到了晚上，他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走到房间里看了一眼妹妹，心里有万般不舍，但他还是决定去参加那个猎杀游戏。次日清晨，他来到和老白约定的见面地点。游戏开始之前，老白又跟他重复了一遍规则：每隔1小时，你的坐标便会暴露在猎人面前15秒，你可以反杀猎人，但不能用枪，也不可以离开这座城市，更不可以报警寻求庇护。一旦违反规则，你将遭受无止境的追杀。这场游戏的猎人一共有5个，通通都是世界上的顶级富豪，他们可能会亲自上场，也可能会派杀手前来，只为体验那种心跳加速的感觉，这也是他们活着唯一的乐趣。规则讲述完毕，游戏正式开始。Welcome to the big leagues. 此时游戏才刚刚开始，一名暴躁的猎人便现身展开追杀。慌不择路的米哥闯进空旷的体育场，眼看无处可躲，他只能趴在座位下苟且偷生。而猎人进场后并没有急着找人，而是给猎物讲述了自己的故事。他18岁时找了人生中第一份工作，20岁就成了百万富翁，30岁时就已经财富自由，并表示自己已经没有任何追求了，只有这个游戏才会给他肾上腺素飙升的感觉，所以他才不惜花费2.25亿参加这个游戏。米哥听到后懵逼了，好家伙，中间商竟然挣了他10倍的差价。随后猎人将棒球棍扔向远处，米哥被吓了一跳，瓶子掉落的声音暴露了他的位置。Row 10, Section 114。米哥听到后拔腿就跑，双方再次展开追逐大战。看得出来，这些富豪已经为了乐趣丧心病狂了。而这场表面看起来简单粗暴的猎杀游戏，背后却有着相当强大的团队支撑。一是防止选手作弊，让这些富豪失去体验感；二是必须有专业的人毁灭证据，保证这项游戏不会暴露在警方的视线中。这边米哥不小心走进死胡同，猎人拿出一条满是利刃的鞭子，对着箱子就甩了过去，鞭子嵌入肩膀，钻心的疼痛让他只能奋起反击。3拳2脚之后，连忙取出体内的鞭子，猎人却不慌不忙地对着他哭甩鞭，那鞭子甩得直冒火星子。好在米哥点满了身法。就在这时，猎人不小心将鞭子挂到天花板，米哥抓住机会上去就是一套嘴哥拳，拿着绳子将其死死勒住，再用力一拽，直接将猎人吊在半空。对方拼命挣扎，米哥果断离开现场。
看到猎物摆脱追杀，老白兴奋不已，因为只有这样才会给富豪们充分的体验感。这时巴德来到现场，但他可不是来救人的，他不会出手干预游戏进度和结果，只是慢慢等待富豪死亡，他再毁尸灭迹。但不巧的是，鞭子在这一刻突然裂开，富豪侥幸活了下来。与此同时，米哥来到地铁站，一溜烟的跑进车厢内部。现在他看谁都不像好人，生怕一个不小心就被人给嘎了。这时车厢上来一个老黑，看他的样子一脸凶相，米哥紧张极了。不多时，这个老黑果然拿出一把壁纸刀，双方一言不合就要开干。米哥被吓得慌忙逃窜，告诉众人他是杀手。老黑却反驳道：“这人从上车就盯着自己看，肯定不是什么好人。”一旁的小黑告诉他们一切都是误会，老黑这才悻悻离去。原来是虚惊一场。米哥刚缓口气，却发现一旁保护他的小黑穿着猎人的鞋子。I almost chose the ones you're wearing. 此时米哥被堵在车厢里，猎人露出一身的武器，随手拿出一个甩棍，一言不合就是干。米哥凭借出色的身法完美躲避，刚开始还打得有来有回，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肉身终究还是扛不住铁棍。好在猎人的武器被卡住，这才得到喘息的空间。米哥一路跑到车厢外部，猎人则不慌不忙地朝他走来。他取下裤腰带，将门锁五花大绑，然后死死抵住车门。这招果然有效，但也只是暂时挡住了猎人进攻。猎人拿出特制武器，对着车窗哭哭就是一顿砸。眼看玻璃上的裂纹越来越多，米哥只能鼓起勇气跳下列车。好在是有惊无险，可猎人却更加兴奋了。出来后直接朝他疯狂奔袭，气势上的差距让他很快便被一棍放倒，然后抡圆了膀子，把那小铁棍都抡得直冒火星子。最后一记重炮将其打晕。猎人十分满意这次的猎杀之旅，但他并不打算就此结束。为了满足那病态的心理，拿出激光武器开始疯狂蹂躏米哥。千钧一发之际，他看到隧道里的高压警示，偷偷按下伸缩铁棍，猎人直接被击飞66.66米，电得浑身直冒白烟。不多时，负责收尾的巴德赶到现场，他的作用便是销毁这场真人猎杀游戏所造成的一切证据，让所有参与者不被警方干扰。很快，这位千亿富豪的尸体就被发现，但警方却没在现场发现一丁点的证据。这边米哥沿着隧道一路前行，途中走进一个公共卫生间，打开水龙头清洗身上的伤口，看到旁边的储藏室，便进去寻找可用的药物。与此同时，游戏管理者看到猎物再次逃跑，掩饰不住内心的兴奋。看来这次挑选的猎物果然没让他们失望。可当老白看到手机上的一通消息后，便再也笑不出来了。他立刻联系米哥，原来他在参加这个游戏前，为了解决妹妹欠下的50万巨款，偷了黑拳老板的一点小钱，虽然不多，但老板已经报了警。 Remember the rules? You get arrested. It's a violation. The game never ends. You'll be hunted every day for the rest of your life. No. That is bullshit. Yo, I stole that money before the game even started. It doesn't matter. If you think the past 59 minutes were awful, imagine having to run like that for Weeks or months or years. 这下完蛋了，这个关门的动静明显不是普通门锁。米哥连忙去开门，可无论怎样都打不开。然而就在这时，游戏时间刚好过去1小时，手机上的15秒定位再次发送给所有猎人，附近的猎人会第一时间对他围追堵截。难道米哥只能被锁在这里坐以待毙吗？这时，一个年轻人看着手机走进隧道。过了一会儿，米哥终于卸下螺丝，可刚想出去，就听到外面传来关门声。他没敢轻举妄动，蹑手蹑脚地趴在地上观察。只见一双皮鞋出现在门外，看到对方转身离去，才放下悬起的心。然而下一秒，他的心再次沉入谷底。门外的猎人正享受这种掌控一切的感觉。他在发动机上接了一些燃料，然后通通泼进房间，紧接着点燃一根火柴，大火瞬间蔓延开来。此时米哥只有2个选择，要么被活活烤死，要么和他出去拼个鱼死网破。毫无疑问，他选择了后者，利用铁链硬生生拽开了大门。猎人上前查看情况，却被飞来的镐把命中面门。米哥趁机逃出密室，不料这名猎人根本不是富豪本人，而是富豪派来的杀手，身手十分了得。一记断头台让米哥动弹不得，他灵机一动，拿出一双臭袜子，直接捂住猎人口鼻。好家伙，一股恶臭的味道很快便让他失去战斗力。然而就在这时，他的位置再次更新给所有猎人。米哥连忙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得知猎物再次逃跑，策划者一脸兴奋，因为只有这样才会狠狠打脸董事会。原来米哥被警方通缉的事情被董事会知道，公司高层怒斥老白怎么会出现如此纰漏，并责令他如果出现任何问题，你自行承担后果。对此，老白心中颇有怨念。随着时间的推移，米哥账户里的奖金已经高达300多万，只要撑过今天，就能拿到那笔1000万巨款了。为了不让警方找到自己，他乘车来到一处偏僻的废弃大楼，准备在这里拼得一线生机。这时时间来到整点，他的位置又一次更新给剩下的猎人。然而正当他要观察四周的环境时，一个黑色吉普上下来一个男人，米哥一眼就认出此人，正是游戏开始时那个牵着狗的路人。还没等他反应过来，猎人竟然不讲武德，直接放出了狗子。
2条腿终究还是没能跑过4条腿。狗子一口咬住他的脚踝，越挣扎咬得越死。慌乱之间，他抓起一根木棍，对着狗头哭哭就是一顿抡。终于得到一丝喘息的机会，米格一个懒驴打滚越过栅栏，侥幸逃过一劫，接着朝废弃大楼一路狂奔。与此同时，他的妹妹贝斯找到黑拳老板，将自己遭遇的事情全盘托出，归还了被偷走的马内，这才同意来警局撤销报警。可没想到好心却办了坏事儿。当警长得知贝斯的手机里无故多出300多万美金，立刻给手下打电话加派人手，务必在第一时间找到你哥。贝斯一脸蒙圈，警长告诉他这种情况十分反常，只有尽快找到你哥哥才能帮助他。这边不知情的米哥在废弃大楼躲了起来，可脚下的玻璃碎片却暴露了他的位置。原来米哥早就离开了这里，刚想逃跑，不料又踢到一个罐子。猎人很快便循着声音追了上来，正好看到被堵在死胡同的米哥。这下事情搞大了。随着猎人一步步靠近，米哥一脸惊慌，猎人却更加兴奋了。像他这种级别的富豪，可能也只有这种场景能让他快乐了。不出意外的话，这里就要出意外了。原来米哥是故意在这里等待猎人，接着他拿起一个冰箱扔了下去，可惜没有命中要害。他连忙朝大楼外面跑去，为了躲避猎人的狗子，随便在路边抢了一辆皮卡疾驰而去。然而让他意外的是，被压住的猎人很快就追了上来，他一脚油门踹到码头，对方的车速却丝毫未减。米哥深知狗子的厉害，立刻弃车逃向码头，在老板手里抢下一艘快艇。可刚要离开，狗子竟然也跳了上来，一口咬住救生衣死不松口。米哥索性连着救生衣和狗子一起扔进水里，岸上的猎人爱狗如命，一头扎进水里朝狗子游了过去。这边米哥驾船来到另一个港口，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刚要上岸就被警员堵了个正着。原来是快艇老板报了警，米哥被当场逮捕，这下算是掏上了。按照游戏规则，一旦猎物被捕，这项猎杀游戏将从24小时升级为永久猎杀，直至猎物死亡。随着米哥被捕，整个游戏被迫终止，就连内部绝不能离身的手机也被警员收走。庭审开始，法官正要宣判他的盗窃罪成立，突然一个头发长在头上的男人走了进来，声称自己是米哥的律师，特意来此保释。在超能力的加持下，米哥顺利脱身。出来后，米哥接到游戏公司的电话，他这才知道男人和老白是一伙的。老白告诉他，在他被戴上手铐的那一刻，就已经违反了游戏规则，24小时追杀已经升级为永久追杀。No, I ran. Yeah, I'm well aware, but rules are rules. 米哥一脸无奈，不过老白话锋一转，给了他2个选择：一是拿上车里的护照和现金，现在就出国，虽然会面临终生追杀，但这些富豪猎人们可能也坚持不了多久就会放弃，毕竟他们也不想为了一个蝼蚁浪费太多时间，除非你跟他们有深仇大恨。米哥想起自己在游戏期间做过的事，直接问老白第2个选择是什么。Nixon will take you to a location which I scrambled to procure and prepare. There, you will enter a room with him. Nixon will stand in front of the only means of escape, the door through which you entered. 也就是说，他将和车上这位头上长着头发的男人决一死战，赢了公司就可以原谅他的违规行为，游戏也立即恢复。米哥果断选择了后者。尼克松听到后瞬间燃起了斗志，一脚油门踹向目的地。2人来到一处隐秘之地，老白过来亲自迎接，并给他详细介绍了这个地方。这里是污水处理工厂，每月的28号就会在没有任何人力的情况下运作，而今天就是这个月的28号。如果谁死在里面，便会悄无声息地消失在这个世界。随后2人进入一个密闭的空间，米哥按照规则站到最里面的位置，尼克松则笔直地守在唯一的逃生通道。他直接拿出一把特制武器，大战一触即发，双方迅速近身。拳击手出身的米哥身法拉满，一个抱摔来到地面，哭哭就是一顿炫。阿松也不是吃素的，一个兔子蹬鹰甩开身位，看出米哥是个习武之人。他再次拿出一把螺丝刀，米哥见状一肘打碎灯罩，也算有了一把趁手的武器。就这样，2人又大战300回合。站到上风的米哥将其扔飞数米开外，接着迅速起身朝门口跑去。尼克松连忙飞扑过去将他绊倒，因为只要猎物出去，就算他输了。米哥一把推开大门，却被对方一刀扎中小腿，剧烈的疼痛让米哥无法前进分毫。为了活命，他忍住剧痛一脚踹开尼克松，终于是爬了出来。老白越发欣赏眼前这个年轻人了，但碍于规则，他不能出手干预，告诉米哥必须立刻动起来，猎人正在朝你的方向赶来。说完便上车准备离开这里。这时米哥突然发现，给老白开车的司机竟然似曾相识，此人正是被黑老大击毙的那个男人。但他怎么可能还活着？难道这一切都是个圈套吗？ What the hell is going on? 逃出来的米哥登上列车，借来乘务员的手机拨通了妹妹的电话。贝斯连忙问他在哪，米哥没有告诉他，因为自己还没摆脱危险。随后说自己看到了那个死去的司机，怀疑那天是黑老大给他们设了一个陷阱，就为让自己参加这个游戏。而妹妹此时也终于说出实情，原来她早就知道黑老大的目的，对方只是说让他哥哥参加一个游戏，便可以获得巨额奖金，但却没告诉他是什么游戏。米哥愣在原地，没想到将自己推进万丈深渊的竟是亲妹妹，他的心都在滴血。
贝斯再次问他在哪里，米格却并不想告诉他。这时乘务员回来拿走了手机，列车开始报站。贝斯刚好听到哥哥的下站地点。公司里，老白看到他的定位轨迹，更加欣赏这位年轻人了。他很聪明，猎人现在追不上他，而且到站后时间就所剩无几了。不多时，米格来到一处偏僻之地，准备在这里度过剩下的时间。这时，一个女人叫住了他，关心地问他需要帮助吗？米格要了一瓶酒，女人没有丝毫犹豫扔过去一瓶。这时，一个头发长在头上的黑妹过来调侃他，但米格并未搭讪，不顾金发女人的呼喊离开了这里，随后独自来到偏僻的地方。不料金发妹很快便拿着药物追了上来。米格疑惑地问道：“你是猎人吗？”金发妹却感觉他脑子不大灵光，转身刚要走，就被一支毒针射中，瘫倒在地。随之赶来的正是刚刚的黑妹，原来她才是真正的猎人。双方迅速缠斗到一起，腿脚灵活的黑妹很快便占据主动，一套组合技法将米格放倒在地。但这还不算完，他拿出毒针就扎了下去。不料米格突然发力，原来他是故意装成弱不禁风的样子。黑妹到死都不明白，最高端的猎人往往都是以猎物的形式出现。做掉了第4个猎人，距离游戏结束的时间也只剩10几分钟。米格独自坐在瞭望塔上，安静地等待时间结束，或者是被最后一名猎人杀死。不料这时贝斯突然出现，他不知道妹妹是怎么找到自己的，连忙让她离开。现在游戏还未结束，和自己待的每一分钟都可能有危险。话音刚落，那个年轻的猎人果然追了上来。Who the fuck are you? Oh, hey, I'm the guy who's gonna kill your brother. 米格知道该来的想躲也躲不掉，这短短的10几分钟，两人只能活下来一个。上次他侥幸略胜一筹，可这次对方是以逸待劳，很快米格便落入下风。猎人捂住他的口鼻，想用上次那种屈辱的方式结束他的生命。贝斯连忙上去帮忙，然而只是一个回合就身负重伤。看到妹妹腹部的玻璃碎片，米格双眼喷火，再也抑制不住体内的洪荒之力，一个野蛮冲撞来到塔楼边缘，接着就是一顿火力输出。最后酷斥一炮子送他下地狱，随后强忍着伤势将妹妹送到医院。看到医生，米格也是两眼一黑晕了过去。时间一晃来到第2天，好在妹妹没有生命危险，游戏也已经结束。尼克松却突然现身医院，但他并没有恶意。首先是恭喜他通过猎杀游戏，接着看向昏迷不醒的贝斯，表示他或许也是个不错的猎物。与此同时，老白正准备向董事会主席汇报战果，不料对方却突然甩起了脸子。细心的老铁可能认出主席是绝命毒师里的白嫂斯凯勒，作死他是专业的。老白当初留下了这个祸害，现在就由另一个老白亲自处理掉，弥补毒师里广大粉丝最遗憾的一幕。